我叫林胜，一位平平无奇的就拥上亿资产的富一代。高中毕业，离开自小长大的南水村，外出闯荡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打下了如今的强盛基业。林总好！当然发达后，我也不忘为祖国脱贫事业添砖加瓦，自费带领南水村家家户户开果园赚钱，但却没想到养出了一群白眼狼。林胜，修渠不经过就你家果园是为了节省成本，不行你再出点钱，自己把那渠引到你家果园不就行了？就是，反正你那么有钱，多出点怎么了？非得搅得大家都用不上水。这几年大旱，村里想要集资100万修渠灌溉果园，我一个人出88万，结果修渠规划图出来，偏偏绕过我们家果园。村长美名其曰这是节省成本，而这群平时一口一个大恩人叫着我的村民，却在此时因为我合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叫我白眼狼。既然如此，钱我1分都不出，想用水做梦。林总，有个事，就是这几年天旱南水村果园产出的苹果品质都不太好，而咱们还一直按高于市场价2成收购，所以账面累计亏损300多万。还是老样子，亏的钱从我私人账户划过去，补上。林总，这点钱对您来说虽然不值一提，但是架不住这年年亏空。小钱，南水村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而且村里马上就要修渠云水了，苹果的品质会改善的。林总，您对南水村可真是掏心掏肺啊！发家后也不忘家乡，带着村民开果园、种果树，树种树苗您出钱买，果树长虫了您调药过来，果子熟了您派人来收。这些年您拉着南水村往前走，村里谁不得念着您的好？就说这回修水渠100万的总预算，您一个人就要出了88万。林总，您这份情谊，南水村几代人都还不上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修这条渠，您就是南水村最大的恩人。妈，胜子，村里修渠的规划图贴出来了。哦，这么快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我就把88万直接打给村长就行。不是胜子，你爸去看了规划图，修渠的线路不经过咱家果园啊。你爸看了修渠的线路，不经过咱家果园，当场就跟村长吵起来了。不经过咱家？对啊，从村头大槐树那边过来，走王老二家果园，走李德贵家果园，走赵寡妇家果园，全村上百户，家家户果园都过，就咱家，独独绕过咱家那16亩果园。你爸看了3遍，眼睛都快贴到透视上了，就是没有咱家。妈，你先别急，我来处理。我爸现在在哪儿呢？在屋里坐着呢，气得抽了半包烟了，谁劝都不听。胜子，你说这事儿……爸，别急，我马上回去。乡亲们，树种树苗我来买，药水肥料我来供，果子熟了我统一来收，我一定让咱南水村摘掉那顶贫困帽。胜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叔，我说到做到。品相不错，价格就按林总说的来。胜子，你可真有本事！前2天还有城里大官来这儿表扬咱们南水村干得好，一个劲儿的夸村长。要我说啊，村长这都是沾了你的光，你可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呐。婶子，都一个村的，说这些干啥？胜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爸的。爸，胜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周德厚那个狗日的，真他娘的不是人！爸，别急，坐下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修渠100万的总数，我儿子一个人就得出了88万，结果呢，渠不从咱家果园过。爸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也许是规划图标的不清楚。你爸我还没老眼昏花，那规划图我看了3遍，我把脸贴上去看的。从村东头大槐树那边过来，走王老二家果园，走李德贵家果园，走赵寡妇家，数了1遍又1遍，家家户户都走到了，就咱家独独绕过咱家那16亩果园。你妈打电话给你说的还有假。爸，你先别动气。胜子，你跟爸说，那群鳖孙到底知不知道你修渠出88万的事儿？爸，这事儿开会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的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今天叫大伙来，就一件事儿，修渠。这几年天旱，大伙都看见了，果园浇不上水，果子1年不如1年。修条水渠，把山上的水引下来，咱南水村的果园才能活。修渠要钱，
总共100万。今天把大伙叫来，就是商量这钱怎么出。老二，你家果园8亩，你出多少？村长，不是我不出，我家2个孩子都上学，学费刚交完，兜里比脸都干净。德贵叔，村长，你也知道，我老伴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1个月药费好几百，实在是。村长，我家最困难，孤儿寡母的，我儿子下个月娶媳妇儿，彩礼钱都没凑齐，修渠的事我真帮不上忙。树种一。都别说了，修渠我出88万，剩下的一家出个1000把块，总能出得起了吧？圣子仗义，南水村有你是全村人的福气。奶奶的，88万，我儿掏了88万，全村人加起来都没我儿一个人出的多。周德厚就这么对咱家，你去哪儿？去村委找周德厚，让他给咱家一个说法。这要不是故意的，那他娘就怪了。哟，圣子怎么回来了？正好正好，快，把你那好烟拿出来给大伙分分。你是不知道，大家可都好你那一口。圣子，你这带的够不够啊？不行，先把手头这些分了，再去村口小卖部买几条。我们这儿也没啥要紧事儿，等等你就行。村长，你们没事儿，我有点事儿。哎呀，圣子，你看我们这儿正在研究村里的大事呢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研究完了，改天再。巧了，我的事儿也重大，你们继续研究，我旁听。等你们说完了，我再说我的。那个，你们先去隔壁坐会儿，我跟圣子单独聊聊。村长，我家那16亩果园是不配浇水的。圣子啊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家的果园怎么能不配浇水呢？这不是规划需要吗？人家设计院就是这么画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设计院？那我问你，设计院的人是谁去对接的？我去的。怎么了？图纸画出来，谁审核的？也是我审核的，但我就是盖个章。设计院说这么走最省材料，我总不能用脚趾头盖章吧？最省材料，绕开我家果园，多绕出去将近2里地。你跟我说省材料？你懂什么？人家是专业的，说你家那16亩地地势高，水引过去还要加压，成本划不来。地势高？周德厚，你是当我没种过地？我家果园跟你家果园隔了不到300米，你家地能叫我家就高了。林胜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一村之长，我还能故意坑你？我告诉你，这规划图已经公示了，施工队明天就进场，你说改就改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路线重新规划，这是我给你的要求。要求？你凭什么要求？你是村长还是我是村长？林胜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，这南水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2个臭钱？行，既然路线不重新规划，就按现在这图纸修，那就算了。算了，这才对嘛。圣子，你毕竟是南水村的一份子，修渠是造福全村的大事儿，你要学会顾全大局，个人家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大伙儿都会记着你的牺牲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修渠路线不改我没意见，但这渠我家果园用不了，那这修渠的钱我林胜也就1分不出了。你说什么？林胜，你说什么？不出钱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。既然渠不交我家地，我为什么要出钱？88万，渠不从我家果园过，走到哪儿去，这理都说不通。你，圣子，你看看你，急什么嘛？书刚才画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来，坐下说，咱们好好商量。这还用商量吗？要么改规划图，要么钱你们自己出。圣子，叔问你，你出这88万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你林家一家吗？不是，是为了咱南水村全村老少。你这份情谊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呢。
可你现在说不拿钱，那影响多不好，你让村里人怎么看你？圣子，你可不能意气用事。你现在是不在村里住了，可你爹娘还在这儿呢。到时候村子里的人说三道四，你爹娘出门，人家指指点点，两位老人家受得了？整个南水村的果园，从种苗到销路，全靠我林胜一个人。我也想看看乡亲们对这事到底是什么看法。林胜，这会儿可是你非要开的，怪不了我啊。喂，各家各户注意了啊！修渠的事有变动，所有人马上到村委大院开大会。马上，听到广报的都来。修渠能出啥变动？钱不都凑齐了吗？不知道啊，快坐吧。都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伙叫来，是修渠的事儿出了点状况。施工队明天就来了，告示贴了，预算也定了，100万的工程就差临门一脚。可是就这临门一脚，出问题了。林胜，就是咱们的胜子，现在说这修渠的钱他不出了。啥？不出钱了？88万呢，说不拿就不拿了。村长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小贵叔，你说这88万，大家当初开会说的好好的，现在渠马上要动工了，胜子说不拿就不拿了。胜子，你跟大家说说，你为什么不出钱？好，我说，规划图上水渠不经过我家果园，这事大家知道吗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合着你们全都知道，你们全都知道渠不从我家果园过，你们全都知道我林胜出的这88万交不了自家一棵树，但是你们还是来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想让我继续出这笔钱？这不是你之前自己答应的要出钱吗？好啊好，真是好一出东郭先生与狼、农夫与蛇的大戏呀！林胜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。什么叫东郭先生与狼？谁是狼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老三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林胜，这些年你没从我们身上赚过钱。就是，你收我们的果子，你敢说中间没抽成？我都是会做的。那果树是老子一棵一棵亲手栽的，浇水、施肥、打药，哪样不是我自己干的？可不是嘛！我一个人伺候那几亩果园，风吹日晒的。我卖果子挣的钱，那是我拿汗水换来的。你收果子的钱是按时给了，可我的果子要是不值钱，你能卖出去，那不还是我的果子好？老三，我的果子那是1等1的好。你林胜是帮了点忙，可说到底，我们的好日子是我们自己挣的。就开头你拉了那么一小把，怎么还打算让我们记你一辈子，给你供长生牌位啊？就是。树苗我们种的，药我调的，销路我找的。果子品相不好的时候，外面的收购商看都不看，是我全收了。他说果树是他一棵一棵亲手栽的，他忘了那树苗是谁一车一车拉回来，1分钱没跟他要。他说他的好日子是自己挣的，他忘了前年那批果子遭了虫，是谁按原价收的？那批果子烂在筐里，我1分钱没赚，全赔了。他说我只是开头帮了一点小忙，原来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小把。原来他们真的觉得这好日子是他们自己挣来的。不对劲，往常他们想让我出钱，都是哭穷卖惨，把自己说的多可怜，把我架起来。他们知道我不差钱，不会跟他们计较，他们从来不敢跟我撕破脸。但现在，他们敢撕破脸。是谁让他们那么自信的觉得是我林胜从他们手里赚了不少钱？
他要让全村人恨我，要让全村人觉得没有我林胜，他们照样能卖谷子。他要的不仅仅是修渠的88万，而是要把我赶出南水村。然后，这个背后人周德混来接手果园出销生意。他们知道周德厚的目的。村长，你可真行。圣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叔怎么听不懂？让他们跟我撕破脸，让全村人都觉得我林胜是赚乡亲们血汗钱的奸商。然后呢，你再来接手。南水村大大小小几十个果园的生意归你了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你自己黑心赚乡亲们的钱，怎么还倒打一耙呢？乡亲们，你们觉得好日子是自己挣的，果子是自己种的，我林胜就开头帮了一小点忙。行，这个账咱们今天就算清楚。第一，树苗，你们每家每户的果树苗谁出的钱？我出的，一车一车拉回来，没跟你们要过1分钱。第二，肥料、农药、技术，每年开窗，谁把药水调到村口，谁请的教职员下地，还是我。第三，销路，你们的果子品相好的，外面收购商抢着要；品相不好的呢，烂在地里谁要？是我。品相再差，我都按高于市场价2成，全部收走。1年又1年，年年如此。你们知道这些年我亏了多少钱？你还能亏钱？300多万。你骗人的吧？我林胜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从收你们果子那天起，我每年都在亏钱。之所以一直收，是因为我念着南水村是我的根。可现在有人告诉我这300多万亏得真够傻的，因为乡亲们根本不觉得我在帮他们，只觉得我在赚他们的钱。你少在这儿放屁！你一个做大生意的，你会做亏本买卖？乡亲们，我今天把话都说清楚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我最后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觉得这些年我林胜是在帮你们，还是在赚你们的钱？我最后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觉得这些年我林胜是在帮你们，还是在赚你们的钱？一群没良心的东西！这些年，谁家没跟胜子借过钱？啊！孩子上学借5000，娶媳妇借1万，家里有人生病借2万，全借了，还过吗？谁还过？赵家嫂子，你们家那新房子、地砖、水泥，是不是胜子掏的钱？你拍着良心说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我说，修渠这事儿可是在镇上挂了号的。林胜现在说不拿钱，到时候渠修不成，上面的补助款也泡汤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。再说了，收果子的又不止他林胜一家，各位放心，要是他林胜不收各位的果子了，我周德厚来收，保准价格比他给的还高。村长，既然你这么热心，那收果子卖果子的事，以后就全交给你了。我林胜，从今天起，南水村的果子一颗不收了。爸妈，回家。拿你跟我妈做文章，我在外头怎么安心？上回他拿你跟我爸妈说事，你忘了？说你二老在村里住着，让乡亲们指指点点。他敢！
他不敢当面来，但他有的是办法恶心人。老头子，圣子说的对，你在这儿，他在外头还得操心咱跟他走吧，别给圣子添乱了。走吧。放心吧，妈，过段时间事情解决了，你二老以后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，儿子保证。小钱，3件事。林总，您说。第一，财务上把南水村相关的所有收购款项全部冻结。冻结？对，每一笔账从第1年收果子开始到现在，全部归档，一笔不少。第二，联系法务，把之前村里人写过的借条全部整理出来。林总，那些借条大多数连还款日期都没写过。这些年从我私人账户借出去的，全在这里，加在一起将近20万。林总，这些钱要追回来吗？不追，这些借条收好，归档。哦，好的。第3件事，你去查一下周德厚联系的那个收购商到底什么来头。明白，查到了第一时间跟你汇报。哟，都等着呢。村长，你不是说有收购商吗？人呢？眼看这一批果子都快熟了，急啥？我不是说了吗？3天之内，收购商到位。村长，你那收购商靠谱不？怎么说话呢？我周德厚找的人能不靠谱吗？人家是大老板，比林胜有钱多了，你们放100个心。村长，上一回你说设计院就是这么画的，后来规划图上没有林家果园。老二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那事是我说了算的吗？那是设计院画的，我周德厚拿我这颗脑袋担保，3天之内收购商的车就停在村口，到时候你们一个一个数，想卖多少卖多少。上回也这么说。行，那就等3天。你说今天能来不？村长说是今天，上回也说3天，这都第3个3天了。有车来了。胡老板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老周，你说的果园在哪边？前边，我带您去。这果子个头不行啊，这几家品相还凑合，那家可以收，剩下的嘛。胡老板，开什么价？这个品相1斤1块2。1块2？林胜在的时候给的是4块8。你这1块2，差了快4倍。你爱卖不卖？你们这果子品相就这水平，我拉到镇上也得费劲卖。1块2就是这个价，不想卖。你们留着自己吃。1块2，这不是明抢吗？林胜在的时候，品相再差也没低过4块8。村长，你不是说你比林胜给的价还高吗？乡亲们，别急，我跟胡老板再商量商量。胡老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之前说按3块钱1斤收，剩下的1块8咱俩5分。你现在一口咬定1块2，你让我怎么跟村里人交代？老周，你之前跟我说的是4块8，但是当时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说你们村的果子品相好、甜度高，之前一直有人4块8收的，我还以为你这是什么优质果呢。结果呢，
就这儿，你说4块8，哪个傻子会出这个价？就这品相，个头小皮皱，甜度不够，白给我都嫌亏。哪个傻子愿意出4块8收这种品相的果子？啊，你告诉我，1块2就这个价。那几家品相还行的我收了，剩下的不要。胡老板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果子马上就熟透了，再找别人哪来得及？你再给加点儿。加不了，爱卖不卖。不行，你找别人。村长，怎么说？乡亲们，胡老板这边价格确实就是1块2，而且是先把品相好的收走，剩下的他再想办法。1块2，我不卖。行了，今天就这些，走了。那个，大家别急，我再联系啊。4块8，1块2，图啥呀？圣子，你上回说等事儿解决了，我跟你妈想什么时候回南水村就什么时候回。到底啥时候？快了。快了是多久？爸，你再翻一垄地，这垄地翻完，差不多就能回了。哼，你小子就会糊弄你爹。喂，站上吗？我是南水村周德厚。对修渠的事儿，上面不是有补助款吗？什么？村里的集资款早就公示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可那集资款……喂，胡老板，是我周德厚，您能不能再多收点果子？喂，德贵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长，井里没水了，果园浇不上了。德贵叔，别急啊，我再联系人，肯定有办法。都来了，这是有啥事儿？村长，果子都快烂在地里了。当初是你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你能收，说价格比林胜给的还高。现在呢，胡老板就来了一趟，收了3家，给的价连林胜的30都不到，剩下的果子全挂树上没人要。你说怎么办？村长，我家的3月收割树果子掉了一地了。乡亲们，听我说，你说呀，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？我有啥办法？胡老板来看了。人家不要你们的果子，品行差，个头小，人家看不上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品子差？村长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之前说我们的果子好得很，你找的人价格只高不低。那我也是被人家胡老板骗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你们让我变个收购商出来。村长，你这话说的，当初是不是你私底下找的我？你跟大伙说说，是不是你背地里找我，跟我说林胜从我们身上赚了多少黑心钱，说要把林胜赶走，说以后你找人来收果子，价格更高。老三，你瞎说什么？我瞎说。你那天晚上来我家，坐在我家炕头上抽了我半包烟，原话就是只要把林胜赶走，果园的生意以后就是咱自己说了算。我刘老三当时是鬼迷了心窍，信了你的话，跟着你一起煽风点火。现在好了，林胜走了，胡老板也跑了，果子全烂地里了。你是把我害苦了呀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胡说八道！村长，刘老三说的是真的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胜子啊？周德厚，渠是你画的，
收购商是你找的，赶林胜走也是你谋划的，你把我们当猴耍。行，刘老三，你说我私底下找你，说要把林胜赶走，对，我找过你，我说过，可我就说了那么2句，你们就全信了？林胜在村里帮了多少年啊？7、8年，树苗他买的，药水他调的，果子他收的，谁家没借过他的钱？他林胜是个什么人，你们心里没数？我就说了几句，他赚你们的钱，你们就信了。我说他黑心，你们也信了。我说要把他赶走，你们跟着我一起骂他，你们自己没脑子吗？你们当初要是有人站出来替林胜说一句公道话，就1句，我周德厚能把这事搞成？你们谁站出来了？都是半斤8两的东西，谁也别说谁。哼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他骂的对，周德厚骂的对，他说咱都是半斤8两，一点没说错，咱没脑子，真没脑子。德贵叔说的对，咱当时咋就没一个人站出来呢？我那天晚上回去还跟我老婆说林胜这人挺仗义，不应该那么对。那你开会的时候咋不说？我怕得罪村长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果子快烂光了，井里也没水了，咱在这儿后悔，果子不会自己从树上掉下来变成钱，渠也不会自己修好，得去把圣子请回来。我去，我也去。我没脸去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德贵叔、赵婶子还有我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德贵叔、赵婶子，明早6点，村口老槐树下碰头，咱们进城跟圣子道歉。师傅，我们找个人，姓林，林胜，他爹娘住里面。你们是哪儿的？南水村的。我们是林胜老家的乡亲，业主没交代过有访客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你们还是先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不接。咱在门口等。老头子，我咋看着那几个人恁眼熟嘞？嘿，还真让圣子说中了。圣子说啥了？圣子早就跟我说了，这些人会跑城里找咱，让咱先别管，他解决。看着都站一整天了。这是咱不必到在先，怨不得圣子。那这咋弄啊？这咱连圣子的面都见不到。圣子，你回来的时候在门口见着人了没有？见了。他们站了一整天了，从上午就来了。圣子，你跟爹说句实话，你心里到底咋想的？爸，南水村我要接着管，但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方式管了。以前我是怎么管的？送东西、送钱、送人情。树苗我买，农药我调，果子我收，谁家有困难跟我张个嘴，钱就借出去了，借条写了，但从来没要过。我觉得这是帮他们，他们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结果呢？7、8年的交情，周德厚几句话就能让他们翻脸，因为他们觉得我林胜给他们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既然是理所当然，那我不给了就是我的错。以后要帮可以，但得按规矩来，签合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该谁出钱出钱，该谁负责谁负责，人情归人情，生意归生意。你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你小子的东西不是白给的。对。林总，小钱，帮我查个事儿。隔壁青石村的果园
青石村基础条件：土壤、水源、种植面积、品种、果农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青石村，林总，您查这个做什么？有备无患。坏了，全坏了啊！村长，村长，周德厚，开门！咋了？门锁了，电话关机，拍半天没人应。周德厚，人呢？钱少了一大截，钱少了一大截。他把钱吞了。周德厚，出来！你们找俺家德厚干啥？他不在。这账本是怎么来？全被涂改了。大伙之前去修渠交的10几万都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前几天说去镇上办事儿，就没回来。周德厚那孙子跑了。你们这果子甜度不错，今年产量能有多少？估摸着能有20万斤往上。林总，咱这果子不愁长，就愁卖。你们村自己打了申请，全村凑的钱，水源稳了，果子才有这品相。行，那咱们就去签合同。好，好，好。林总，这合作社模式，果农占60%。林总，这合作社模式，果农占60%，你不怕亏？你们出地出人，我出钱建分拣中心和冷库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按股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说，从种植到采摘，标准我来定，谁家的果子不合格，按合同办，不讲人情。行，没问题。说到底是我们占便宜，您可是我们青石村的大恩人呐。韩书记，我们去镇上买菜，留林总吃饭。下次，今天还有事儿。林总慢走。你慢走。林总，刚得到的消息说是周德厚卷村里的钱跑路了。南水村现在的情况呢？很多家果子全烂地里了。王老二带人去找过周德厚，人跑了，办公室空了，账本也被涂给了，村里彻底乱了。想说什么直接说。林总，我确实有个事儿想不明白。您既然都决定了要继续管南水村，为什么还要跟青石村签合同？2个原因。第一，有了青石村做对比，南水村才会有危机感。他们得知道，我林胜不是只能收他们的果子。那第二呢？第二嘛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都听说了青石村的事儿了吧？都别闷着了。当初林胜在村委开会，咱谁替他说话了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周德厚骂他赶他，咱没一个人吭声，咱就是装聋作哑，觉得他脾气好，不会不管咱。林胜帮了咱这么多年，咱怎么就那么不长心呢？怎么就那么不长心？他帮我家太多了，我家那新房子地砖是他掏的钱，房梁是他找人换的，他从来不提，从来不提。我有罪。现在咋办？咋办？去请，去道歉。他不肯回来，咱就在门口等着。他什么时候愿意见咱了，咱什么时候进去。老二，这次去咱得带着规矩去。嗯。圣子，他们又来了。门口那些人。
我可以回去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收购价按市场价，品相好的优先收，品相差的自己想办法。第二，修渠的钱我出，但路线重新规划，经过所有果园，包括我家。第三，从今往后，南水村的收购和种植由我公司统一管理，签合同按规矩来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不讲人情。你们同意，我明天就回；不同意，这些东西我一分不要，你们拿回去。但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一旦寒了心，就再也捂不热了。圣子，我们答应，我替大家做主了。按市场价结算，品相达标才收。回吧，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回。林生答应回来了，救世主回来了。都是你当初跟着周德厚那黑心的瞎咋呼，怎么说都不听。你说啊，你咋不说了？观世音菩萨大恩大德，保佑俺们村的大好人林生一辈子平平安。先签合同，签了合同我预付定金，你们拿定金调水抢收果子。没合同，一切免谈。我签。我签。钱正，联系收购商。好的，林总。老二，啥价？比周德惠找的胡老板高了快一半，这是正经市场价。林总，品相过关的基本收完了，剩下烂透的、烂掉的按残果价折算补贴，仅此一次。圣子，那渠的事儿，按新路线重划，经过所有果园。修渠集资款私吞将近15万，前年修路补助款节流2万3。你看清楚了，没有你，南水村照样能活。你个黑心肝的，我们南水村就是让你给霍霍了。林胜，你赢了，但你别以为这些人是真服你，他们啊，不过是没别的路走了。人只要再往前走，就够了。生子，这检测是咋个流程？渠通了，水足了，收成会越来越好。装箱前必须检测甜度、农残，不合格当场退回，每户都一样，没例外，不讲人情。行，那就从我开始。王老二，甜度达标，农残未检出，合格。让，我家果子保准没问题。刘老三这批果子农产超标，超标？超多少？超了0.2。0.2，就超了0.2。圣子，林总，以前不都没事吗？这点超标又吃不死人，对吧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把这几筐倒了。就
超那么一点点。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了。有规矩是好事儿，可别把规矩搞成整人的工具。就超了0.2，至于吗？谁有意见，明天到村委当面说。群里少阴阳怪气。群里那几个，要不要查一下是谁？不用，靠感恩维持的关系，一遇利益就会现原形。圣子，这标准能不能稍微松一点？我家坡地浇水不匀，果子个头小，就放宽一点点。赵婶子，我问你，你想把南水富硒果卖到哪儿？是镇上菜市场，还是大城市精品超市？菜市场不需要检测，精品超市这一关是门槛。甜呗，苹果不都差不多吗？林总，你怎么大驾光临了？来看看铺货。孟经理，南水富硒果摆在那个位置，别说卖了，顾客根本看不到。林总，我也不瞒你，生鲜区主通道的对头位置已经签给一个进口水果品牌了，长期协议我动不了，签对赌协议，给我1个月的主通道对头位置。如果月销售额达不到那个进口品牌的3倍，对头费我按3倍付给你；如果达到了，位置永久保留。3倍，对，3倍。我给总部打个电话。林总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不能等。等着等着，机会就没了。这不仅是南水村的机会，也是强盛集团开拓新板块的机会。林总，总部批了，1个月主通道堆头，对赌条件按你说的来。大志，你爸王老二在村里是第一个签承能书的。你知道我为啥让你来当这个试吃员？我爸说让我来还债，不是还债，是让你站在这儿告诉城里人，咱们南水村的果子是怎么种出来的。林总，你放心，我爸说了，要是搞砸了，别回去见他。小娟儿，你在县城念过中专，学的是果树储藏，又在镇上超市打过工。这次叫你回来，不光是让你切苹果，你得让别人知道这苹果好在哪。我懂，我妈说这是给汤村争脸，让我不能给南水村丢人。记住，在这超市里，你们就是南水村的门面，别人买不买这苹果，看的不光是苹果，也是你们。林总，
要不咱降点价？不降，按原价卖。这苹果不打催熟剂，可以放心给孩子吃。我们村用的都是有机为，我学的就是果蔬储藏。这果子从树上摘下来到摆上货架，每一步都有检测。林总，大消息！万商优选全国前3的生鲜电商平台，他们的生鲜品类负责人主动联系我，邀请南水富硒果入驻。这是个大平台，流量比精品超市大得多。不签。林总，这可是万商优果，多少品牌挤破头都想进去。你自己看，必须参加双11大促，价格打到市场价的6折，还要承担1半物流补贴。6折，农户要挣钱，物流要花钱，包装要花钱。6折卖出去的每一单都在亏，可这是拉新的成本啊！亏一段时间，等流量起来，流量起来了呢，你涨价，消费者骂你割韭菜；流量走了，你降价，农户骂你黑心，两边不是人。回复对方，不参加大促，按正常价上架，能合作的就合作，不能合作等下次。明白了，我去回复。孟总监一路辛苦，这位是林总。林总，久仰。万商优选生鲜事业部孟婉，冒昧到访，不介意吧？孟总大老远跑一趟，先看看再说。你们每一批都测？当然，每一批甜度浓瓷双检合格才装箱。林总，我调整了方案，不强制参加大促，保价协议可以签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平台要独家线上销售权。独家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南水富硒果只能在万商优选上卖，其他电商渠道不能进。如果我想在村里自己开直播卖呢？这也算线上渠道，也在独家管控范围之内。孟总，谢谢你看得起南水村，但这个独家我给不了。林总不再考虑一下？不考虑了。好吧。那我就不勉强了。圣子，人家大老远跑来，条件也比上回好了，你咋还不签？签了独家，定价权就不是咱的了。别人拿着咱的牌子，想卖多贵卖多贵，咱自己连个直播间都不能开，那不成给别人打工了？对，给别人打工的事儿咱不干。小钱，注册个账号。什么名？就叫南水富硒果。老林说过。林总，这名字是不是太土了？土就土，卖的是果子，又不是时尚，要那么洋气干什么？行，就这么着。林总，真不需要脚本吗？起码写个提纲。不用，摘个果子，咬一口，说甜不甜就行。今年的雨水比去年多了3成，甜度上来了。这个果测出来甜度是14.5，但光甜没用，还得复硒。每一批送去省农科院检测，检测报告在账号主页挂着，自己看。林总，要不投点流量？这数据实在太难看了。不急，先攒着。德贵说：“圣子，你看我这棵柞树，去年差点死了，今年结的果全过检测了。”德贵说：“你对着镜头说说，去年怎么回事，今年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去年果子小，品相不好，圣子不收，我那时候气他。后来我想，他做的对，我种了一辈子果树，不能连个标准都达不到。今年我重新学剪树，重新学蔬果，让技术员教我。天天蹲地头，今年我过了，我一个老头子都能改，
年轻人怕啥？林总，爆了！李德贵那条视频爆了！开直播，就明天。下一步怎么弄？地点德贵树果。今天不干别的，就坐这儿跟你们聊聊天。林总，订单量超了，再卖下去产能供不上，将近2万单，加上青石村也凑不够这么多。钱正，3件事。各位，实在抱歉，今天先到这儿。南水村果子产能有限，再卖下去，我怕没法保证品质。超了多少？第一，发公告，如实说明产能不足，超卖的订单全额退款，每单补偿1张下次可用的优惠券。第二，超卖的部分从青石和联盟里其他达标果园调货，品控标准不变，每一箱都过检。第三，限量供应4个字写在账号简介第1行。林总，退款订单里30%用户重新下单了，30%。退款的反而回头买预售，这数据我干电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。通知下去，明天开果农大会。今天开这个会，不是庆功，这次退款运气好，消费者买账，但运气不会每次都站我们这边。下一季再超卖就是管理事故，从下一季开始，所有线上预售量必须以实际产能为上限，谁拍板多放1单谁负责。不管是钱正还是我还是老二，谁超放1单，年底分红扣1成。行，规矩定了，咱就按规矩来。林总，出事了，转发量还在涨，要不要先发个声明压一下？不用，终于来了。有人花时间写几千字来黑咱们，说明咱们做的够大了。把近3年的检测报告原件全部扫描，上传到官方账号，省农科院的委托检测合同，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资质全部公开。明天我去检测站拍条视频。有人说南水富硒果的检测是走过场，这台是省农科院调来的，旁边那台测糖仪德国进口，恒温硅国家实验室同款。我们的检测数据省农科院实时联网，每一批都有备案。近3年的检测报告，每一份原件都上传到账号主页了。省农科院的委托合同，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资质全部公开，哪份报告有问题，欢迎来查。敢来查的，我林胜出路费。喂，对，我是强正集团钱正，帮我核实个 IP。我就是拿钱办事儿。一个女的给钱让我发帖，那些检测单是她发给我让我批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别怕，不是来抓你的，把你知道的从头到尾再说一遍。我只知道她是通过一个叫阿超的人找到我的，给了我5000块钱让我把帖子顶上去，他全撂了。出钱的人是孟晚，万商优秀生鲜事业部总监。林总，要不要报警？不用。把这份口供复印1份，附上情况说明，寄给孟晚。就这么急？就这么急。
帮我联系强盛集团法务部。林总，孟晚委托律师来谈和解了，愿意公开道歉，赔偿名誉损失，赔偿金额可以谈。道歉不用了，赔偿的话，按那条帖子的转发量折算。这笔钱全部捐给南水村的果农互助基金。果农互助基金，这钱从哪儿来的？有人想黑咱们的牌子，没黑成，赔的钱归全村果农了。以后谁家果树遭灾，谁家有急难，从这笔钱里出。这规矩行，咱南水村的规矩越来越多了。规矩多了，人心才会好。孟晚那事儿之后，咱们的品牌热度反而涨了不少，好几个渠道商主动找上门要合作。这家是怎么回事？一加二发商想绕过我们，直接跟农户签协议，被王老二轰走。轰走一个容易，轰不走所有。哪两家？就是村里的那两户，他们觉得价格太低，就把果子卖给了外面的收购商。知道了。联盟里有2家农户私下把果子卖给了外面的收购商。王哥，你怎么想？按规矩办，签了协议就得认。当初承诺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。明天开联盟大会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一件事。联盟章程第13条，所有成员果园的果子必须通过联盟统一销售，违反者取消当季联盟分红资格，所产果子不再使用联盟品牌标签。这2家按规矩办。联盟不是不让大家挣钱，是不让个别人砸掉所有人的饭碗。说罚就罚，连个商量都没有。联盟是他林生一个人的。哼。可咱确实签了协议。协议，那协议是他拟的，咱交了果子还得看他脸色，凭什么？这不就是搞垄断吗？他林生一个人说了算，咱算啥？给他打工的长工。协议，那协议是他拟的，咱交了果子还得看他脸色，凭什么？这不就是搞垄断吗？他林生一个人说了算，咱算啥？给他打工的长工。林总，那2家回去之后到处说您搞垄断，说联盟是一言堂，说农户交果子还得看您脸色，这话传得越来越离谱。让他们说。林总，那你去做一份数据对比表，去年单干的果农平均售价是多少，品牌果的售价是多少，单品利润差多少，发到联盟工作群里。盛子，今天村里好几户都来问我，说外面果子都在降价，咱们的还能不能卖出去？钱正，通知所有联盟成员，今晚8点开紧急会议。我知道大家慌，外面果子都在降价，几个产区已经扛不住了。有人担心，咱们南水富 C 果还能不能卖出去？巨头的打法我研究过，3部曲：烧钱抢市场，低价清场，等小玩家全死光了提价收割。但南水富硒果不走这条路，通货拼的是价格，品牌拼的是信任。价格战能打死通货，打不死品牌。我决定，在巨头全面铺开之前，抢先完成南水复苏果的地理标志认证申请。地理标志，那是什么？证明这果子只能长在南水村这块地上的东西。有了它，价格战再猛也打不到咱们头上。盛子，地理标志那东西能申请下来？能，但不容易。咱们从修渠到现在，哪件事是容易的？
林总，都跑了1周了，这是最后一个线索。老师，我是南水村的，想跟您请教一下，几十年前移种到我们村的那批苹果苗。南水村，我想想，7几年的事儿了吧？你们村的土是富硒的，那时候没人知道。我带了土壤样本回所里测，才发现那片地含硒量比别处高出好几倍。果树在富硒土里长了几代，风味就变了，不是品种变了，是树和土待久了，自己变了。老师，这份记录能借我们用一下吗？你们要做什么？申请地理标志。下来了，地理标志下来了。南水富硒果地理标志认证批了，批了。林总，您这个月光南水村的事儿就飞了4趟，上周2天没合眼，再这么下去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南水村得有个能自己转的团队。刘老三，林总，他当初可是带头闹事儿的。我知道。老三，有个事儿跟你说。林总，您说。仓库缺个管事的，我想让你来。林总，我以前您还信我？以前是以前，改了就是自己人。林总，我以前您还信我？以前是以前，改了就是自己人。刘老三，当初带头闹事的就是他，怎么还给他安排岗位？有人问我为什么用刘老三？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我也犯过，改了就是自己人。南水村要往前走，不能揪着过去不放。林总，从今天起，我保证1颗烂果子都不让他出仓库，1颗都不会。盛子，仓库那边今天盘点少了好几箱金苹果，5箱，都是准备发省城那批精品的。刘老三说，他下午锁门的时候都是齐的，晚上又巡了一圈，库里也没动过的痕迹。他也不知道是被人偷了，还是他没明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怕是内部有人拿的。赵婶子，这事先别声张，明天一早，你让钱镇把仓库监控调出来，先查清楚再说。你妈给你下的面，让我端上来。咋了？村里出事了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赵婶子刚打来电话，仓库丢了5节5箱金苹果。仓库？那不是刘老三管的吗？是他管的。他说锁门的时候都是齐的。我就说那小子不能信。当初带头闹事的是他，现在丢果子又是他管的仓库，我这就打电话问他。爸，先别打。你还护着他？不是护，是想信他一次。爸，老三当初是犯过浑，跟着周德顺骂我煽风点火，后来全撂了。可那天他在仓库门口跟我说，1颗烂果子都不让他出仓库。他说那话的时候脸涨得通红。一个人愿意当着所有人的面认错，不容易。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，也不容易。行，你信他一回，我陪你信一回。但丑话说前头，要是查出来真是他干的，那就按规矩办，跟信不信任没关系。面趁热吃。小峰，你认识？是我小舅子，他那天中午来找我借车，趁我吃饭溜进来的。果子呢？你搬走的果子呢？
卖掉那2箱，我补齐。你听着，从今往后，仓库方圆100米，你不许靠近。敢来一次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你听着，从今往后，仓库方圆100米，你不许靠近。敢来一次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是我没看住仓库，这事儿我有责任。以后谁再放生人进库区，直接卷铺盖走人。刘老三，仓库管理失职，记过一次，扣1个月奖金，按规正来，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意见。南水村终于能自己走路了。赵处长，我代表南水村欢迎省里各位领导来参观视察。林总，这回路可好走多了，上次我来还是土路。赵处长，今天让老王和赵婶子带你们看，村里的事儿他们比我熟。这渠是全村人闹过一场才修起来的，当时林胜一个人出88万，规划图上偏偏绕过他家果园。后来我们闹了，毁了，签了承诺书，每个人都按了手印儿，渠才修成现在这样。从这棵槐树到那片坡地，渠经过每一家果园，没有一户被绕开。每批果子装箱前，甜度和农残都要过检，不合格的，谁家的都不收。赵大姐，这每一页你都签了字啊？签了，我的名字在上面，除了是我负责。林总，省里想请你去做经验分享，给全省的乡村振兴带导人讲课。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行，我去。各位好，我是林胜，今天是以南水村一个种苹果的果农身份上台的。很多人问我乡村振兴靠什么？靠钱，靠技术，靠政策，但最靠的是一样东西——规矩。没有规矩，钱会跑，技术会废，政策会走向。有了规矩，人心才能稳住，人心稳了，村子才能长出自己的骨头。想的还行，没给南水村丢人。以前你掏钱给村里修路修渠买树苗，我觉得你是孝顺；后来你跟全村撕破脸，我觉得你是犯傻。今天我才想明白，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替我还人情，你是在做一件比种地更大的事儿。你妈让我问你夜宵吃面不？吃。这路跟渠修的都还行。妈，当初我在这儿跟你和爸保证过，等事儿解决了，你二老想什么时候回南水村就什么时候回。你摸摸这新门，看看这新路，儿子没骗你们吧？没骗没骗，俺婶子就是有出息，比谁家孩子都有出息。进屋吧，外头冷。老林叔、婶子、胜子，我就知道你们今天回来。王哥，你消息倒灵通。什么灵通？我天天让人盯着村口，就等你这辆车
圣子，今晚大年30，村里在老槐树下摆长桌宴，每家出2道菜，全村人都等着你们一家，你可得去。我也没说啥。看我干啥？你老二都来请了，还能不去？去，老二你等着，婶子再加2道菜端过去。行，那我先去槐树下张罗。圣子，今晚这第一杯酒你可别想躲，全村人都等着敬你呢。这日子真舒坦啊！今天大年30，咱南水村能坐在这儿吃这顿饭不容易。第一杯酒敬圣子。圣子，你先别喝，我有句话要当着大伙的面说。圣子，你先别喝，我有句话要当着大伙的面说。你帮了我家那么多年，我家新房子地砖是你掏的钱，房梁是你找人换的。那年果子遭了虫，外面的收购商1斤2毛钱都不肯出，是你全收了。你从来不提，我欠你一句谢谢，欠了太多年，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我必须说，圣子，谢谢你。下面揭晓本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强盛集团董事长林胜。林总，强盛集团今年营收突破1000亿，智能板块和新农业板块双双发力，南水富硒果更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品牌。您有什么想跟在座各位分享的？几年前，我掏出88万给村里修水渠，结果水渠不经过我家果园。那年我差点把整个村子的果子都停了。后来乡亲们来找我认错，签承诺书，按手印，我们把规矩立起来，把品牌做起来。我想说的是，一个企业也好，一个村子也好，真正能走远的不是钱，不是资源，是规矩。有了规矩，人心才能聚，人心聚了，路才能越走越宽。